大家好，欢迎来到看线西游战法频道啊！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因为道指在昨天出现了一个1.81的下跌，这个下跌呢影响了比特币的上涨趋势啊。我们看到昨天比特币出现了2个点的回调动作，那么这个趋势，道指这个趋势究竟有没有发生确切的事实上的改变呢？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首先呢是1月6日的这一天啊，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后面2根 K 线呢是干扰性 K 线，干扰了对多头趋势的判断。那么悟空阳线组出现之后啊，有了悟空阳线，有八剑阳线，有沙僧阳线组呢，在沙僧阳线组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前高啊，不断接近前高的时候是容易被回打下来的，所以呢，昨天前天2天时间啊，出现了2个下跌动作，但是昨天的下杀虽然凶猛，下杀幅度达到1.81%，那么这个下杀呢，并没有将前面行情当中多头出现的一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33049这个位置跌破。那么在行情当中，对于道指来说，仍然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当中。那么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啊。目前呢，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上行趋势没有被改变啊。虽然美股跌了1.81%，比特币跌了2个多点啊，但是上行趋势没有被改变。那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有一条就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一点呢，我在昨天和前天行情分析当中给了出来，就是当前行情从1月11日这一天起，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里面有一个悟空阳线，有八戒阳线，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容易就走出一个小线级别的回调动作。那么目前小线级别的回调动作呢，已经有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啊，这个标志性阴线在1月18日，也就昨晚上出现了啊，这个是悟空阴线啊，这是小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了之后，走八节阴线，我们看到这个八节阴线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啊，并且几乎下穿了小线级别的169均线啊，这里是144均线，下穿了这个均线之后，行情有标志性的阴线，同时就容易出现一组小线级别的下跌细游，最终呢打到2万美金附近啊，完成这轮日线级别切换到小线级别回调的这个过程。那么小线级别回调过程完毕之后，我们看到多头趋势依然健在。为什么说这个趋势依然健在呢？因为行情突破了多重的阻力位。首先呢是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阻力，这个阻力呢大概位于17500美金，然后是144均线、169均线，然后是日线级别，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白色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个白色线的压力位呢，几乎是在19500美金啊。这个压力位呢，是由连续的波谷啊，这是从22年6月到9月份啊，这个连续的波谷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多重阻力发动突破之后，行情的多头趋势已经成立。那么这个趋势呢，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K 线西游战法当中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道理在这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线级别的可能性的回调。那么回调到2万美金附近之后，会再次被撑住。所以呢，2万美金附近呢，是我们进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你还要进场多头呢？原因就是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1月初1月9日这根阳线，周线级别的这根阳线呢，叫悟空阳线。有了这个多头信号之后，周线级别上就容易走出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由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构成的一个小牛市。那么在这个预期之下我们的多头依然成立。那么哪个点位是多头失败了呢？我认为在日线级别上19500美金这个点位如果跌破的话，证明本轮行情的反弹将要终结。为什么说在这个点位会得到终结呢？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从22年6月到11月份这个位置上，在19500美金附近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这个位置发动突破，行情就容易继续下去。如果跌破的话，行情就会被回打下来，重新沉入水底。那么沉入水底的特征呢，除了跌破19500美金，这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如果跌破的话，行情将重新回到熊市当中。那么本轮行情非常重要、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这个144日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因为144和169从去年
21年的12月份开始就从来没有被突破过。那么这轮行情的突破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多头的趋势，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么在行情当中，如果你想把握本轮多头的趋势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耐心等待它做完小线级别回调到2万美金附近的时候，进场你的多头或者是现货啊，布局一些山寨币现货呀，布局一些主流币现货啊，在这个位置上是合适的啊。顺应趋势，我们可以在西游战法当中啊，顺应趋势，找到好的点位、合理的位置，分布式布局，并且设置止损呢，才容易获得趋势上的获利啊。那么以太坊目前的表现呢，并不那么突出，原因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呢，始终处在一个阻力位区间，所以呢，它在这个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个位置上不断的震荡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0.075的这个比值附近。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敲到这个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那么在这个交易对上看到，我们同步了比特币啊，以太坊同步了比特币，做出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就是4877高点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啊，它容易出现和比特币类似的小时线级别的回踩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个1月18日22点这根阴线作为悟空阴线，那么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阴线、上升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它可能会完成本轮的小线级别调整。那么我们看到变盘的这个点位，我昨天这个图形你可以看我昨天的视频呢，已经给出了这个位置。为什么给的这么准呢？原因就是我们连接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最终的焦点位就在昨天晚上23点啊。那么焦点位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行情当中的一个黑洞，在这个黑洞的吸引力作用下呢，这个价格容易出现大幅的波动。那么目前以太坊走出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啊，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它容易走出小时线的回调动作。那么这个小时线级别回调动作正在进行，目前打到这个小时线级别169均线这个支撑位上，所以呢，对于1500美金这个以太坊来说，多头你应该有一个仓位，并且同时设置一个止损。那么在4小时级别我们切换之后啊，4小时级别的这个点位、这个支撑线啊，正在缓慢的上移，但在缓慢的上移过程当中，如果跌破了1450美金，你要赶紧出逃，因为这个支撑位距离当前价格非常遥远，所以呢，你不可能把这个止损位设置在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注意看啊，我们已经切换了时间级别，这个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那么小日线级别呢，它的上行动作依然非常明显，并且呢得到了一个支撑。4小时级别的距离太远了啊，我们不能把这个位置设成支撑。然后我们切换到日线级别来看啊，日线级别你要看这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动作，那已经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啊，它同比特币类似的是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也就是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啊，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容易走出一轮的日线级别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最终呢可能会突破1800美金。到达2000美金附近啊，这是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启动性的标志性信号啊，已经出现了。所以呢，目前应该顺应行情的趋势，等待回调完毕之后啊，逐渐减仓进场。然后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是 ZEC 大零币啊，因为昨天有个消息啊，美国要制裁这个数字货币，那么有了这个消息，往往会对匿名币板块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然后我们今天就看到了大零币的反弹动作非常强势，在这里面率先做了反弹，把昨天的下跌几乎完全填满了。填满了之后呢，这里面如果能够站上4铢美金之后，小日线级别就会发起一定的行情。那么我们要耐心等待它完成突破，站上4铢美金之后，并且可以把行情的止损位设置在44到44.5这个区间，然后顺应它的多头趋势去做它的多头行情。对于大零币的上涨趋势，我认为你要等待这个要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到这个小日线级别，然后均线系统设置成5日均线、10日均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那么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观察线作为操纵线，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纵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作为观察线。操作线一旦突破观察线之后K 线站上144、169，然后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和169均线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多头启动的标志启动之后呢，设置止损，然后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它已经站上来了。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的阻力位，我们可以看到169日附近，也就是52美金，这里是一个阻力位。同时，我们可以注重的一点是，目前 ZEC 大零币呢，它在趋势上是落后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
为什么落后呢？因为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纷纷站上了144和169均线，但大零币这个位置上还没有出现完全的启动迹象。这条均线50均线和10均线没有对这个144和169进行穿透 ，K 线本身也没有站到日线级别的144和169上来，因此呢，它是一个落后的板块，容易出现补涨动作。但这个补涨动作和上涨信号的产生的同时，你要在进场的时候一定要设置止损，分仓进场这是一个在短期内容易受到资金关注，并且有一定的热点的板块所以呢，目前对于这个板块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那么我们看到Gala 这个代币在上方这个位置波动还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位置的波动原因是一点首先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1月6日走出悟空阳线，然后走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组。那么我们认为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波动会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呢类似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这个位置波动大。但是这个位置没有跌破这个144均线之前我们认为行情还有机会走出唐僧阳线，也就是说最终呢这个 Gala 容易走出完整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0.07美金附近所以呢目前还有机会。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K 线切换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震荡过程当中，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这个画的就不对了，因为这是之前画的。把这个取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收敛三角形，我们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去画目前呢正在不断的接近这个焦点位。我们说焦点位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刚才我们看到以太坊的这个位置呢就容易发生变盘，所以呢它出现了下跌。那么对于 Gala 来说它也是容易在这个焦点位附近发生变盘。那么这个焦点位呢是在1月21号，也就是2天之后到达这个焦点位。焦点位附近呢是容易发生突破的。如果发生下跌回踩的话，只要不跌破0.04，0.04这里面是一个筹码性支撑，只要不跌破0.04，还有机会在后方出现一个绕行的上涨动作。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目前 Gala 来说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本周呢这个八戒阳线这根阴线呢处在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是一个干扰性的 K 线。后面的行情当中，对于 Gala 代币来说还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动作，因为本身呢 Gala 是本轮行情的一个起爆点，也就是龙头币种，那么它就容易走出最终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这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呢是与下跌相互对应的我们看到之前行情当中 Gala 代币跌幅达到98%，分别走出了4轮次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动作，所以呢这里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对于行情来说它是一个合理的上涨动作因此呢在设置止损的同时，我们对这个多头还是有一定的期望的。那么目前行情当中还可以关注的强势币种，我认为是史币目前史币在板块轮动当中昨天出现了一个暴涨20%的一个突破性的上涨。那么昨天的突破呢，让史币正式的站上了日线级别169均线，这个位置大概是在0.40101062附近。站上之后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然这个上涨西游呢走的非常复杂我们就不细研究。然后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止损位设置在40106附近设置之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上涨。我们进一步的上涨呢，肯定是要看周线。那么周线级别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之后就有一个多头的预期。然后日线级别我们也要看一下它的一个重要的阻力位。那么重要阻力位呢，大概是在0.00002附近因为这里面是一个筹码区间。那么对于史币来说，因为它的热度非常高，同时呢突破重要支撑所以呢目前行情是可以进场一些它的现货的如果它这轮行情最终发动启动的话，你的获利应该也是会很多的。同时呢也是建议，虽然是对169均线进行了突破，但是前面行情当中它也有过突破，但是没有完全成功。所以呢本轮行情突破之后，你有仓位之后呢，也要把止损设置好，避免它出现快速的回杀动作这个趋势走近之后，你的本金受到损失。总而言之呢，无论你是现货也好，合约也好，在分布式进场之后，都要把这个止损带上，才能更好的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并且呢能够避免本金受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感谢大家的订阅再见。